拉美向左转，引发了美国的恐慌。其实这与中国无关，但与美国有关。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天少。前一阵，拜登主办了一次非常失败的美洲国家峰会，非但未能拉拢美洲国家，反而遭到了许多国家的抵制。美国以民主问题为由，将古巴、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3国排除在外。墨西哥、危地马拉、洪都拉斯、阿根廷和巴西都因此表达过不满。如果仔细分析一下拜登的动机，原想通过举办峰会以中国争夺自己后院的领导力，而又对左翼政党执政的国家另眼相看，结果导致了自己的尴尬。拉美国家出现左翼化，这是美国担心的最根本的原因。但是最大的噩耗是，美国自认为最亲密的盟友哥伦比亚也变天了。哥伦比亚左翼领导人佩特罗赢得了总统选举，左翼政治家当选总统的南美国家越来越多，而在哥伦比亚是前所未有的。佩特罗是哥伦比亚前叛军成员，他上台后必然会使该国走上由右转左的全新道路。美国更担心的是，中国影响力在哥伦比亚会战胜美国，让这2个常年盟友之间的关系出现转冷的契机。纽约时报指出，佩特罗的胜选可能会使哥伦比亚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。哥伦比亚是美国在拉丁美洲的最坚实盟友，传统上已经成为美国拉美政策的基石。佩特罗上台后宣布，他拥护某种形式的毒品合法化，将对于美国针对一项既有的贸易协议重新谈判，以更加有利于哥伦比亚人民。他也将与委内瑞拉重新建立关系，这些措施可能会造成与美国的冲突。近几年，拉美左翼呈现东山再起的新景象。佩特罗的获胜重击了美国，还有可能预示着今年10月巴西大选的左翼候选人卢拉加也可能会获胜。不管美国如何担心，拉美左翼执政后都与美国的关系比较紧张。这在美国保守媒体看来，就是对中国非常有利的一幕。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外交政策仍然是不干涉内政，推动“一带一路”和人类命运共同体，选择与中国发展经济合作的国家现在是越来越多。但这并非拉美国家左翼化的真正原因。如果美国人非要找原因的话，那么可以说它与美国的拉美政策密切相关。首先，美国未能帮助拉美发展法治和公平，所以拉美左翼只要在竞选时高举反腐败大旗，高举民众主义大旗，以人为本，重视社会发展，底层民众就会支持左翼政府。美国所支持的拉美政府往往在其国内问题积重难返时被推翻，这就是腐败和社会不公的结果。其次，美国对付拉美国家只有制裁的大棒，远离美国是这些国家外交自主的选择。美国对付拉美国家的主要手段就是制裁，先后制裁了几百位领导人，造成的后果就是这些国家一旦发生政权更迭，就会远离美国。最后，拉美国家最重要的诉求是发展经济，而不是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斗争。对于这个原因，美国人到现在都没搞明白，还以为是中国与美国竞争所造成的。其实中国与拉美的关系基础不是意识形态，而是互利共赢。正因为如此，无论掌权者是左翼还是右翼，拉美国家都不可能在中美博弈中选边站，而是都愿意与中国发展友好的经济合作关系。这是美国羡慕而又做不来的。总之，拉美国家的左翼化与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无关，反而与美国在当地不负责任的外交政策有关。拉美与美国很近，与中国很远，但是谁敢保证中国以后在当地所受到的欢迎不会超过美国呢？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